出现了！如果明慧知道我被裁了，又敢闹，作死还不上班，回来这么早做什么？他们简直没人性！我这些年为公司挣了多少钱？说裁员就裁员了，说我年纪大，熬不过那些年轻人。什么？你被裁了？明慧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快就能找到。你个废物，工作都没了，我跟着你有什么意思？汉森哥，卢明慧，你背着我偷人！你个窝囊废，你配得上我吗？当年要不是我和汉森哥吵架，轮得到你这个杀猪匠的儿子？我这些年在外累死累活赚的每一分钱，全都给你了，我有哪一点对不起你啊？郑怀山，就你这么仨瓜脸枣的，也配让明慧给你守身如玉？卢明慧，我要跟你离婚！哼，我求之不得。爸，你不是在外面上班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小婷，我要跟你妈离婚。离婚？以后你们跟着我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受委屈的啊！相信爸爸。离得好，爸。其实我觉得你跟妈离婚挺好的。汉森叔叔，其实我跟小妍一直认为你才是我们的亲生父亲。对呀，你看咱们这些年过的是什么日子？要不是江爸，咱们早就去和西北风。这些年你们早就知道你母亲出轨了是吧？啊！知道又怎么样？要不是汉森叔叔，我跟小妍上得起贵族学校吗？小婷、小妍跟着你这种窝囊废父亲，就是他们倒霉。滚，滚出我家！我凭什么滚？这是我的家！让你滚，没听到吗？小天，我是你们的亲生爸爸，卢明慧，你一定会遭报应的。小天，小天，你们一定会遭报应的。爸妈，是我没本事，是我废物。你们在底下等我，我这就来找你们团聚。等我磕完这3个头，我就来找你。这是大伯的信，大伯这些年一直查无音讯，父亲临终前也始终想找到大伯。见子如面，展心安好。我在外打拼多年，已小有成就，如有困难，可随时联系。4年了，这个人终于出现了。想什么呢？大伯都失联这么久了，估计手机也换了。爸妈，我一辈子一事无成，下辈子我继续给你们当儿，我一定要好好活，活出个人样来。轮得到你这个杀猪匠的儿子？知道又怎么样？要不是汉森叔叔，小婷早就跟着你这种窝囊废父亲，就是他们倒霉。工作都没了，我跟着你有什么意思？就你这撒光脸枣的，
也配让明慧给你享受。三叔叔，还是我们的亲生父亲。爸妈，下辈子我继续给你们当儿，我一定要好好过，活出个人样来。你们什么人？郑华山先生，我是云鼎集团副总温凌然，很遗憾的通知您，您的伯父郑卫国先生已于3年前去世。什么？大伯去世了？你们和我大伯什么关系？郑老是云鼎集团的创始人，他带领着云鼎集团创造了无数的财富，而您则是他意外遗产的唯一继承人。你可别逗了！我爷爷、我父亲，他就是个杀猪匠，我大伯怎么可能？不信的话，可以收下郑老送您的第一份礼物。5年前，郑老得知您父亲的下落，可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屋内空无一人。郑老便留下了书信。您看，这是郑老和您父亲儿时的照片。郑老始终遗憾没能找到你的父亲。爸，难道你在天有灵？你真的听见我说话了？郑言、郑婷，有你们大爷爷的消息了。你们大爷爷是大老板。那老东西杀猪都杀不利索，还大老板呢。我妈明天要跟江爸举行订婚宴，我跟小妍忙着呢，没空理你。江汉森、卢明慧，都是因为你们，我的一双儿女，才如此的不争气。孩子还小，可以慢慢讲。我这2个孩子都被他们母亲养坏了心性，他们太让我失望了。这是郑老生前让人制作的家族戒指。家族戒指？这枚戒指为郑老镶嵌了他私人账户的芯片，可以无懈透支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可以代表云鼎集团掌权人的身份。有云鼎集团在您身后，所有人都必须对您俯首称臣。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不知道你会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。小婷、小妍，爸有钱了，等你们见识到卢明慧和江汉森的真面目，爸就带你们过好日子。换身行道，正好验证一下这个戒指到底是真是假。哟，这不是姐夫吗？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？赵玲玲。啊，我差点忘了，明慧今天跟江总订婚，这声姐夫我倒是叫错了。给我让开！你不会想去消费吧，乡巴佬？你也不看这里是什么地方，最便宜的一件西装都要6位数，把你卖了都买不起。我买不买得起，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你凭什么拦着我？我
我都听明慧说了，你这个窝囊废被公司开除了，怎么打算拿那点补偿款来买衣服？郑怀莎，我最看不起你们这种人，最爱打肿脸充胖子。赵莲莲，你和卢明慧不愧是闺蜜啊，你们两个简直就是掉钱眼里了。保安，把这个臭要饭的给我赶出去，免得让客人看见，拉低我们品牌形象。我是来正常消费的，凭什么不让我进？郑怀莎，你不会进去以后只看不买吧？哼，我只怕你这里的衣服入不了我的眼。郑怀莎，你落在我手里，不死也要8层皮。实习的，你去招待。好的，林姐。先生，请问您需要什么？我来看几套西装。先生，我们店的西装都是高定，最便宜的一套也要10万元，您确定？确定，我就是你们最贵的那一套。先生，我们店最贵的一套高定需要200万，其实您还有其他的选择，这些领带、袖扣会相对便宜一些。让他试，我可是看在明慧的面子上才放你进来，到时候付不起钱，可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怎么吓着了？你手里的这套是我们店里的特价款，不贵，25万，你买得起吗？除了这一件，其他我都要了。都要了？让开！把那手镯也给我包起来。这可是我们老板的镇店之宝，帝王绿手镯，价值1个亿。麻烦你给我包起来吧，我要把它送给我最重要的一个人。这么有恃无恐，难道这个废物中彩票了？林姐，你懂什么？让开！赵玲玲，方便给你的上帝提供一下跪式服务吗？郑怀珊，你羞辱我！算了，要是他真能付得起这个钱，我跪一下怎么了？提成可是有100多万。告诉你的好姐妹，她和坚汉森在我身上侮辱我，我会一样一样的讨回来。这些我都要了，你帮我包起来吧。先生，这些总共加起来要1个多亿，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我现在穷的只剩下钱了，刷卡。刷卡失败。先生，郑怀珊，你果然是个骗子！这不可能啊！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敢耍我，我要让他牢底坐穿。林姐，这件衣服他只是试了一下，不至于。赵玲玲，你这下总行了吧？抓住他，抱起。难道温凌然是骗我的？不可能！温凌然图什么呢？林姐，一个实习生，不该你管，别管。一定是你们这机器有问题，我要重新刷卡。好，好，好，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刷卡失败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啊！这温凌然怎么会偏爱我呀？你还敢给我狡辩？你等等，我这就叫人来付钱。叫人？你那堆穷亲戚早就死绝了，还有什么人会给你拿钱？
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你身上这套西装已经剪了标，不可能再2，这2今天必须给。你等等，他一定会给我回话的。我认识云鼎集团的温凌然。你要是认识温凌然，我老公还是云鼎集团的继承人呢。完了，全完了！上天为什么要这么捉弄我？林姐，万一他真的认识温总，我还不知道他的底细。一个杀猪匠的儿子，刚被公司裁员的废物，怎么可能认识温总这种大人？我一定会把钱给你们的。给我钱？你拿什么给？拿你刚那2件满是穷人酸臭味的衣服，还是拿你这条命？把他衣服给我脱了！今天让所有人看看，在我们店里闹得下去。你们干什么？郑怀山，多亏了你让我立下大功，江汉森一高兴，说不定能举荐我进云鼎集团呢。哼，200万可够，要让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江怀山，你竟然摔碎1个亿的镯子！江怀山，你竟然摔碎1个亿的镯子！赵亮亮，我根本就没有碰到你，这手镯是你故意摔碎的。刚才要不是你抵抗，镯子又怎么会摔碎？你们看见了吗？他这是在污蔑我，污蔑我！林姐，可我明明……闭嘴！刚才是你接待了他，你要是再敢胡言乱语，小心我也让你赔桌子的。你们在吵什么？这个人装有钱人，在我们店里捣乱。放了他！谢总，这个人是个骗子。我说放了他！先生，你没事吧？谢总，我不是故意不给钱的，是云鼎集团的温凌然，是他告诉我这戒指可以刷卡。谢总，你怎么还扶他起来？这个戒指是假的，他不仅弄脏了西服，还砸碎了价值1个亿的帝王玉手镯，咱们一定要追究到底啊！给这位先生道歉。谢总，我不想再说第2遍。郑怀山，是谁教你直呼客人大名的？郑先生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您原谅我。你去把那一件米兰高定西装拿给郑先生。郑先生，是我没有管理好公司的员工，那件西装就当做是给您的赔礼。你被开除了！你被开除了！把他给我扔出去！不要，谢总，你听我解释啊，谢总。来，谢总，我没有钱啊。与您相识已经是最好的缘分，一件衣服算作赔礼，是我赚了，我帮您换上。不用了。郑先生，这是不接受我的道歉啊！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谢总。好了，郑先生，我帮您换上，来吧。谢总，这套西装和刚刚摔碎的玉镯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赔偿给你。那就等我们下次见面，亲自给。后会有期。云鼎集团的新继承人。华山，什么事儿这么急啊？我刚在开会，没能接到你的电话。温小姐，我一个一穷二白的失业人员，我跟你们这些有钱人玩不起。不是华山，到底怎么了？这枚戒指根本就刷不出来钱。
抱歉，淮山，我忘了给你说了，那个戒指的芯片啊，要等5日后的遗产交接大会上才能激活使用。林小姐，你就别再骗我了。淮山，我没骗你。这样，我这就给你卡里转点钱备用。5000万，他没骗我。好，魏小姐，我就在最后信你一次，咱们5天后见。等等，你是要去你妻子的订婚宴吗？对，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们继续堕落下去。其实，就算你去了你妻子的订婚宴又能怎样？那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又哪里有我忠诚？我可是郑老留给你的遗产。好，魏小姐，这件事情稍后再说吧。行，那我们见面说。我一定会让你知道，谁才是最适合你的那个女人。我干什么？郑婷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跟小妍早已经改姓，以后请叫我江婷。改姓？郑婷，郑妍，我才是你们血脉相连的亲生父亲啊！只有江爸才是我们的亲爸爸。你们为了钱，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认了吗？江爸能给姐姐买包，我一毕业就能去江爸的公司上班，你能给我们什么？我妈呀，那么漂亮的女人，怎么会跟你这种人在一起？好，我为了这个家，卖了几十年的命，就养出你们2个猪狗不如的畜生啊！我们猪狗不如？你看看我现在穿的戴的，再看以前你给我用的，我们又不是放着好日子不过的傻子。好，我现在就让里面的宾客都看看你们现在真面目！拦住他！今天不管是谁，都不能破坏江爸后妈的订婚宴。吴明慧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你自己出轨不说，你还叫我2个孩子认贼作父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住手！吴明慧，你嫁不嫁人我不管，你凭什么让我的孩子改姓？就凭汉森能给他们铺路，不像你这个窝囊废，只会让孩子们跟着你一辈子没出息、没本事，生活在社会的底层，靠着别人脸色苟活。如果你们今天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你们会后悔今天所做的决定。什么身份？40岁就业裁员的中年 loser。我是云鼎集团现任继承人，未来的世界首富。未来的世界首富。老郑啊，虽然你这身西装是米兰设计师手工高定，可惜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啊！啊！小婷、小妍，你们可别学这个窝囊废。这个窝囊废为了钱，已经被一个女人包养了。吴美惠，瞎说什么？赵玲玲已经和我说了，你为了打肿脸充胖子，已经被一个老女人包养了。老郑，你没钱跟我说呀？啊！为了件破西装，用不着这么下贱自己呀！你们看清楚，这是云鼎集团的标志，我是首富继承人。首富继承人？你在说什么笑话？你们一家子都是养猪的，说你是养猪场继承人，我还信。小婷，这个猪肉章你可还认得？这个是你们家祖传的。要是让老爷子知道你自甘堕落，为了件衣服就出卖你的2两肉，
明明是你自己不知道检点。我不知检点，我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已。像你一个大男人，居然不要脸到卖肉求生！我今天就要替你爸好好的教训你。来人！温明慧，你要干什么？这猪肉章可是特殊药水做的，印上去了可就洗不掉了。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看，你就是条贱命！哎呀，这小天跟小妍有你这样的父亲，可真是一生的污点啊！他才不是我爸，我可没有这么不要脸的父亲。刚才还装清高说我们贪污虚伪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不要脸！温明慧，你要动我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按着，跪下！既然这张脸你不要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凭你也配动他？没事吧？这不是谢氏集团的谢总吗？她可是富豪榜中唯一的女企业家。谢家可是个鱼女集团比肩的存在，她怎么会在这儿？谢总，谢总远道而来参加我们的订婚宴，真是让我们……包养郑怀山的人是谢堂。郑先生，我说过了，咱们还会再见面的。谢总，又是你替我解围。郑先生，既然你已经和他离婚了，又何必为了这些人费心思？郑大哥，家母与郑老爷子定下婚约，可惜郑老终身未娶。你既然是郑老的继承人，你男未婚，我女未嫁，不如咱们履行约定如何？谢总，你一定是搞错了，他就是我一个玩剩下的男人，不值得你这么宝贝。我与他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这种人插嘴？你凭什么打我？我看中的男人你们也敢碰？今天也让你们好好尝尝猪肉章盖在身上的滋味。谢总，这些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！谢总，他一个泥腿子，祖上都是杀猪的，他大伯怎么可能认识你这样富贵的亲戚吗？你不是他的前妻吗？竟然杀猪匠、泥腿子！我们云底集团的前任董事长也是乡下出身，你这是在侮辱我们云底集团吗？你这是在侮辱我们云底集团吗？是云顶集团的副总温凌然，他可是前任董事长害怕继承人无能特意养在集团的，公司得很呢。这几年云顶乡寻找继承人都是他在管理公司。温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这个人呢，他是我前夫，我是说他是窝囊废，我不是侮辱前董事长的意思。淮山，对手公司知道我们找到了你，但是现在还不能暴露你的身份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什么？抱歉，是我们疏忽。但你放心，只要5日后的发布会圆满结束，他们就不敢再有这些肮脏的手段。温凌然，你要是连人也护不住，就让他随我回谢氏去。这个啊，就不劳谢总费心了。我们云底集团自有人。淮山，你放心，别墅我已经安排妥当，不会再有危险。郑先生，你我重有缘，不如随我回去。他温凌然能做到的，我谢堂同样可以。跟我走！哎呀，跟我走吧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温小姐，谢总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他们订婚宴，像你们这种为了钱罔顾人伦的人渣，也配在我们谢氏的地方办订婚宴？来人！谢总，把这个宴会厅给我拆了！等一下，谢总，我江阳森在京海，大少爷算个人物，今天宾客都在，你把宴会厅拆了，我江阳森在京海还怎么立足啊？谢总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们只是想把订婚宴给举行了。只要他原谅你们，我就不拆。要么在脸上盖章，要么滚蛋！郑怀山，你郑怀山，做人留一线，你现在有谢总、温总给你撑腰，
等你年老色衰，他们2个人不要你的时候，你就不怕晚景凄凉吗？盖章滚蛋，你们自己选。现在是你们有求于我。你到底闹够了没？我跟小妍的脸都要被你丢尽。难怪我妈要跟你离婚，我真没想到你一个男人居然做出如此不要脸的事情，居然被2个女人包养。郑怀山，今天就是他破坏我妈跟江爸的订婚宴，我就永远不认你这个父亲。郑婷、郑言，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是他们先侮辱我的吗？要不是你不认命，非要来破坏订婚宴，我妈和江爸为什么会对你出手？还有你们2个，要是放在古代，你们要给原配下跪敬茶的，别以为有2个臭钱就可以随便侮辱人。你们，郑婷、郑言，快给温小姐和谢总道歉，我和他们清清白白，都是你们这母亲和那个赵玲玲心思龌龊。郑怀山，你个泥腿子！要是温总、谢总没有包养你，今天为什么要帮着你？卢明慧，郑婷和郑言，就是因为你这样的母亲，才变成这副模样。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妈？你自己不还是出去卖肉呢？你真是恶心！年轻的时候废物，到老了为了钱竟然找了这2个姘头呀！你们2个畜生！你们父亲先前就跟我说，你们啊，这是一时贪念，本性不坏。现在看来啊，是你们母亲把你们彻底给养歪了。你们父亲自结婚以来，你们母亲就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家里家外都是他一手在操持。你们呢，却认贼作父，反而看不起自己的亲生父亲。你们小的时候受欺负，你们江爸有为你们出过头吗？你们的吃穿用，哪一样不是靠你们父亲打工赚来的？郑婷、郑言，我从没要求过你们心怀感恩，有反哺之心，可你们为了钱，竟然罔顾人伦，和亲生父亲断绝关系。那又如何？是又怎么样？江爸能给我的，你永远也给不了。江爸能给我的，你永远也给不了。是啊，你现在被人包养，是有钱了。那再过几年呢？你年老色衰，不能以色示人的时候，我们不还是要跟着你吃苦？我不想和你一样没本事，不想和你一样结了婚啊还被老婆看不起。郑婷、郑言，竟然你们不知悔改。那好，我只当没有你们这一双儿女。好啊，妈，我们走，我们再去找一个更好的订婚宴。像他这种男人，整日游手好闲，还跟2个女人有染，以后一定会后悔的。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等他们2个不要你的时候，别回来求我和我姐。滚！郑怀山，就算你有2个靠山又怎么样？现在还不是众叛亲离？谢总、温总，你2位如想，不如我给你们介绍几个奶狗弟弟，保证比他强多了。你们可看清楚了，他一个杀猪匠的儿子，连我都看不上他。你们呀，一定是被他给骗了。再敢出言不逊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通知下去，以后谢氏集团所有产业不得与江汉森合作。来人！不是，谢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谢总！带走！谢总！狗男女！郑怀山，你给我等着！谢小姐，刚才卢明慧已经传出了对您不好的传言，为了您的名声考虑，还是不要和怀山来往的好。不，卢明慧说的没错，家嗣与郑老早已定下婚约，我是来履行约定的。我怎么从没听说过郑老与谢氏立下过婚约？谢总，我刚刚得知我的身份，还没考虑了这些。怀山，我是郑老留给你的礼物，我才是你最忠诚的伙伴。温小姐，你只不过是云岭集团的一个副总，郑老只是让你做郑家的管事。什么时候说过连继承人也让给你？这是我们郑家的家务事，和你一个外人有何干系？和你一个外人有何干系？你这是要跟我抢男人？郑老当初可说了，让我代管云迪集团，那不就是说
我才是继承人的妻子，这妻子为丈夫管理产业，天经地义。谢小姐是死了这份心。温小姐，你怀善，你刚不是说谢小姐帮你的忙？我跟赵莲莲起了冲突，是谢总及时替我解围的。多的就算我们云顶集团给你的谢礼。温凌然，你侮辱我！哪能这么说？我是要感谢谢小姐帮我们淮山解围，这些钱是我们郑家补偿给你的。你们郑家，郑家是不是你的？你说了不算。郑先生，我说过了，这件西装还有那个衰锈的玉镯都没有和你的香玉贵重。谢总，你已经帮了我这么多了，咱们以后有的是时间。海山，我愿意和温小姐公平竞争。公平竞争就公平竞争，上手干啥？我就不信，我每天和怀山待在一起，还比不上你一个后来的。我们谢家祖上有多少年的底蕴，一定能帮淮山生一个满意的继承人。又不是只有你能生，淮山这样的身份身边就不缺女人，缺的是对她忠诚的。是吗？温小姐，谢总，你们聊，我出去看看。淮山！郑淮山这个不要脸的，居然能勾引上温总、谢总这样的人物。你说说你啊，你这张破嘴，迟早是要惹祸的。现在好了吧？啊！谢氏集团居然为了郑淮山和我们公司取消了合作。汉森哥，人家也不知道这个窝囊废这么有本事啊。行吧，你就放心吧，就他那姿势，温总、谢总顶多也就是一时新鲜。是啊，姐，那个糟老头怎么比得上您呢？我听说云顶集团的继承人找到了。继承人？3年之前，云顶集团老董事长去世，继承他100亿家产的继承人迟迟没有出现。你是说，继承人出现了？谢康温女人终究是个女人，是个女人就要结婚。谢氏集团在云顶集团面前终归是差了一截。如果我能找到继承人，若是继承人知道温凌然在外面包养老男人，强出头，扰乱云顶集团的市场，继承人一定会对郑淮山出手的。江爸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小婷，小婷，需要的时候到了，爸知道，你最听话了，对不对？江爸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听说这两不少公司给继承人准备了女人。小婷，谁才20岁，正是青春貌美的时候啊！难道你就不想我们的衣食无忧吗？小婷，江爸，可是继承人已经40岁了呀！你管他40岁还是50岁呢？咱们是世界首富啊，小婷！是啊，姐，要是他真成了我姐夫，那咱们后半辈子那岂不是吃香的喝辣的？对呀，小婷。不能行吗？哎呀，小婷，男人嘛，妈教你。明慧，明天，对，就明天，你给小婷好好打扮打扮，打扮的性感一些。继承人到底是个男人，温男人喜欢青春貌美的女孩子呀。小婷，你蒋家的富贵可全都指望你了。
晚上。喂，林然，这门口站着不少人，是不是你说的玉秀公司派来的杀手啊？怀山，应该是金海各大家族啊，知道继承人的消息，准备给你送礼呢。送礼？无外的，应该是各个集团的总裁，他们想和你这位继承人打好关系，也想从咱们云顶集团手下分一杯羹呢。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怀山，其实我之前说的并非吓你，商场伯爵云贵，若是在你继承遗产之前出了任何问题，那我真是愧对郑老这么多年的小玉珍。那我不出面就是了。就怕你出面了，又会忘了我。怎么会呢，林然？我有今天，都多亏了你了。可是等你到时候周围美女环伺，又怎么会在意我呢？啊，林然，晚点再说，吧。老陈啊，你看没看到人啊？我刚才看到一人影，立马就不见了。要不是温丽艳这个女人把继承藏得死死的，咱们几个也不至于鬼鬼祟祟的。哎，你们几个在这干嘛？这不是想来见见继承人吗？这是我刚从法国酒厂连夜空运过来的罗曼尼康帝。寒酸，也太寒酸了。我这个可是藏族高僧大夫，这是纯九眼天珠。哎，等等，我说谢总，你怎么空手过来的呀？是啊，我就是给继承人最好的礼物吗？我就是给继承人最好的礼物吗？谢总，你是怎么上来的？我呀，自有我的办法。谢总，咱们还是去客厅聊。哎呀，怀山，我等了你这么多年，你真的忍心吗？还是你更喜欢温丽然那个女人啊？谢总，是郑老的婚约吧？什么？像谢总这样的女人，几乎所有男人都心向往之。你为什么会想和我这杀猪匠的儿子结婚啊？你是想问我，是因为你继承人的身份，还是因为别的？我承认，谢氏集团目前的业务的确遇到了瓶颈，没有办法更好的进一步，所以我才希望能够和云影集团深入同保。可是现在，我不光是为了我们谢氏的生意，那是什么呀？还是为了你这个人。谢总，你怀山，像你我这种人，只有利益捆绑，才是最为长久的感情。妈，你确定技术人就住这儿哦？哎呀，小婷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和你江爸已经打听清楚了，继承人他就住这儿。门外那人你们都看到了吧？那可是金海各大集团的总裁，他们应该也是送人过来的。爸，你就放心吧，等我见到了继承人，我一定拿下他。姐，你可别说大话，人家继承人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？你就放心吧，咱家以后的大富大贵可就靠我了。小继承人，景天，怎么了？妈，他又老又丑，我实在交不起手啊！哎呀，小婷，你听妈跟你说，这男人呢，你不要看他好不好看，要看他有没有钱。我不行，没姐，就是呀，姐，你想想，咱之前跟那个老登过的什么日子啊？现在跟江爸过的又是什么日子啊？好不好跟他又能怎么样嘛？好吧，
哥，幸好有你，不然应该就摔倒了。小姐，你怎么在这？我本来是跟爸爸妈妈来找继承人的，没想到和他们走散了。继承人？哥哥，难道你就是继承人？我不是我。哥哥，这是我的电话，记得打给我哟。又是你家的千金想要对继承人投怀送抱的，不如将错就错，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，就不信他家不认我这个女婿。温小姐和谢小姐对我这么好，明天的发布会后，我就把礼物送给他们。哥哥，好坏呀！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怎么坏？你不就喜欢我这样？那哥哥，你可说好了，等你继承遗产之后，你可要……我郑婷，你才多大年纪啊？他都快和我差不多了，你找这种男人？不要你管！哎呀，哥哥，嘴角怎么流血了？你别急啊，我回去给你上药。你给我说清楚，他到底是谁？他是我男朋友。男朋友？你找这种人做男朋友？江汉森和卢明慧竟然不管你！哎，你要打他，就先把我打死吧！小婷，你记不记得以前你跟我说过什么？啊？这就是你说的品行优良、有所作为的男人？都什么？我已经找到门当户对男朋友了，我不要你管！什么门当户对啊？你才20岁，他都快当你爸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糟践自己呢？是不是江汉森？是不是江汉森他们逼你这么做的？走，我倒要问问江汉森，他凭什么卖我女儿？你是不是疯了？给我走！哎，你是谁呀？小婷都说不愿意跟你走了。我是他爸。小婷，你父亲不是江总吗？他是谁呀？我是他亲生父亲。我不管谁让你跟我女儿在一起，就算我郑怀山再没有本事，我也不会把我自己的亲生女儿给卖了。够了！不是他们逼我的，是我自愿的。和他在一起有什么不好的？他有钱有势，和他在一起之后，我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不用像我母亲一样半辈子苦哈哈的，还要算计着钱。哎，原来真的是岳父大人！谁他妈是你岳父？我不管，我就要跟他在一起。你之前不是说你给我准备好的嫁妆吗？嫁妆呢？郑婷，我看你就是被卢明慧这个女人给带坏了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可是云顶集团的继承人，世界首富。等我跟他在一起之后，我就是首富夫人了。你凭什么管我？云顶集团继承人，他是这么跟你说的？岳父啊，小婷这姑娘呀，心思比较单纯，所以我决定在继承遗产之前就跟小婷领证结婚。哥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郑婷，不管你爱不爱听，我都要说，你就敢笃定他是继承人，就要马上领证了啊！是又怎么样？哥哥说我要娶我，我也同意了。你之前不是说你要跟我和小燕断绝关系吗？既然我已经不是女儿了，你凭什么管我？郑婷，明天就是继承人发布会，我劝你还是等继承人发布会结束以后再说吧。为什么？到时候你就知道，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其实就是个冒牌货。冒牌货？冒牌货怎么会出现在继承人的别墅里？等我和哥哥继承了云顶集团，你可不要来巴结我们，我可不想看到你这样的穷心气。岳父啊，这我跟小婷马上都要领证结婚了，你作为她的亲生父亲，不得意思意思？哦，他来这种地方，肯定是又给那两个老女人买东西。5000万！那两个老女人竟然给了你5000万！小婷，你要做什么？
这些钱都是我的，你之前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，这5000万就当做你给我的补偿。这些钱已经都交给我自己了。哥哥，你是要跟我领证吗？我现在已经拿到了5000万，我们现在就去商场买东西。走。我是不是错了？从前我每天在外打工，就是想要给他们安稳的生活，可怎么知道郑婷和郑岩竟被卢明慧教成了这副模样？他一定会因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淮山，过了今天，你就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首富，云鼎集团唯一的继承人。这不过才几天而已啊，就像一场梦一样。这不是梦，你看，从今往后，这座商业帝国都将任你为主。我已经不想那么多了，只希望以后不再是一个被妻子厌恶、被子女嫌弃的窝囊废。不会了，从今天起，你往后的人生都将是被众人追捧敬仰的。我本想给你买一份礼物的，可哪知道竟遇到郑婷那种事情。我们以后的机会啊，多的是啊！我先去发布会看看现场准备的怎么样了。淮山，享受你最后的宁静吧，马上你的人生就要重启了。原来上位者竟然是这种感觉。这就是云鼎集团总裁的办公室吧？好漂亮啊！这可是世界首富的办公室，你们看看，这沙发，这可是大象批的，这一看就很高档。妈，等今天发布会结束，我就是首富的妻子了，下次可不许这么小心眼了。对，小婷说的没错，这次公司能起死回生，全靠小婷了。那是，哥哥现在这么爱我，等他继承了遗产，想要多少钱还不是我说了算。打扰你们的美梦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郑淮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郑淮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云鼎集团的继承人，不在这里，我应该在哪？继承人？你？你做什么春秋大梦啊？小婷现在已经和继承人领证，你算哪门子的继承人呢？就是，江汉三，我说过，你的公司非但拿不到融资，以后在京海就没有你这号人物。众将说陈总、王总、周总，拜会继承人。这位就是继承人吧？幸会幸会。我们本打算去别墅拜访，没想到先生你居然不在，这才……陈总、王总、周总，你们可看清楚了，这个人啊，他是杀猪匠的儿子，你们可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。这什么？郑淮山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但是我劝你赶紧的滚出去，不要仗着温依然那个贱人给你撑腰，就在这里伪装继承人。难道他真的不是？这位先生，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劝你还是尽快离开。得罪继承人，那就是和整个云鼎集团作对。保安，还等什么呢？把这个废物给我拖出去！保安，还不赶紧把他拉出去！慢着，你们即便不认识继承人，那也应该认识这枚传承戒指。还真是郑老的家族徽章。难道他真是继承人？你们贱人！要是你乱说，我马上就要得罪继承人。不就这个戒指吗？我姐也有。不就这个戒指吗？我姐也有。一模一样的戒指。小姑娘，你说你是继承人，可我们打听到继承人是郑老的侄子，他现在已经40多岁了。我当然不是继承人，因为继承人是我的丈夫。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，我女儿可是继承人的夫人，她区区一个杀猪匠的儿子，哪有这么富贵的亲戚？没错，我妻子最了解他的底细。如果他是继承人的话，那父亲怎么可能在破山沟子里待一辈子？难道这个人
真的不是继承人。王总，周总，难道我们真的认错人了？小婷，你到底还是领证了？是又怎么样？哥哥那么爱我，他答应过我，只要他继承了遗产，就会给我一个盛大的婚礼。那个肥头大耳的老男人，如果他是继承人，为什么今天他不在这儿？你这个乡巴佬懂什么？像姑爷那样的大老板呀，一定很忙。你该不会是被温凌然给留在这里的吧？江夫人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，林千金真的是继承人的夫人。那我姐夫最疼我姐，你们现在欺负江家，不知道继承人的怒火，你们承不承受得住？还不赶紧把他给我拉出去！你们没听见夫人的话吗？把这个人赶出去！快！郑晴，你既然相信那个男人的，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亲生父亲吧？难道相信你吗？郑怀山，我看你是被温凌然和谢棠包养的久了，忘了你自己是谁了吧？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这位吧？这位可大有来头，这可是被温总、谢总包养的残花败柳的老男人。要是被别人知道未来首富的夫人有你这么一个肮脏、龌龊、道德败坏的父亲，他们会怎么想我？别在这给姐姐丢人现眼，等姐夫来了，基本上兜着走。好，我现在就让温凌然过来，让他告诉你们谁才是真正的继承人。把他叫来干什么？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是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其实想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有你这么一个道德败坏的父亲。小婷，你干什么？小婷，不知道你从哪来的这枚戒指？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小时候我因为家里穷被人嘲笑，现在又因为你而受到人的白眼，你到底想闹到什么样子？各位记者朋友，继承人身体原因，我们决定取消发布会。具体时间另请通知，谢谢诸位。陈怀山，这温凌然说继承人取消发布会，那你又算哪门子的继承人呢？温凌然并不会随随便便取消发布会，一定是出事了。慢着，见事情败露就想走，来人呐，把这个招摇撞骗的乡巴佬给我抓起来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放开！一定出事儿了！出事儿？就算出事儿，也不是几个冒牌货能管得了的。松开！出事！你们刚在一起吗？郑然，你还打我？打的就是你个冒牌货！我姐姐富家太太的身份又是被你给做没了，不仅打你，杀了你！你个老不死的，给我们做过什么贡献？就他妈知道添乱！没想到你真是继承人的夫人。这位郑小姐，我早已更改姓氏，我和这个杀猪的没有任何关系。我现在只认江氏集团的江总为我的亲生父亲。江小姐，继承人身体如何？能不能带我们几个去医院看望他？小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待我等见了继承人，必有重谢。我会转告哥哥的，等我消息吧。不用了，你的好哥哥带来了。你的好哥哥，我带来了。没事吧？哎呦，老公，你没事吧？这就是继承人谢总，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？哎，你忘了前几天在别墅门口，谢总可说了要把自己当成礼物送给继承人。难道莫非？江总，你还真下得去手啊！谢总，你怎么会跟我老公在一起？郑小姐，你该问问你老公啊。老公，你说话呀！这堂堂云鼎集团继承人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？是不是这个女人她自己勾引的你？谢小姐，我女儿已经跟继承人登记结婚了，你这么做未免有些太过分了吧？怎么是要我请你说吗？不说，其实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继承人，我只是
别墅绣花的花匠。什么？兄弟啊，你不能离开我，我们已经领证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来定你们江家了。滚开！死肥猪，滚开啊！呀！一日夫妻百日恩，郑婷，哦不对，江婷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你老公呢？兄弟啊，你说过你根本不在乎我有没有钱，是你说的，咱们是真爱啊。没有钱谁会跟你在一起啊？是你当初勾引的我也是受害者。你是受害者？个老男人，你个死肥猪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在床上可不是这么说，你说人家很厉害的。你个三阳男，你！郑婷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他根本就不是真的继承人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要离婚！这什么离婚？不行，当初是你着急领证的，怎么现在觉得我没用了，要把我甩了，门儿都没有？你个无赖！我告诉你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我这辈子赖定你请假。你满意了吧？现在我这辈子都被毁了，你满意了吧？这是你自作自受，这是你自作自受。我自作自受。当初在别墅喂鱼，可是你主动贴上来的。原来是想白推上去，哪知道认错人了。刚才还想摆继承人夫人的款，真是不要脸。老王，咱们举家就算想送人，也没想过卖女求荣啊。江小姐，这回你认清楚了吧？你们为什么不提前调查清楚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呀。哎，小婷，现在大家都知道咱们领证了，你这辈子只能跟着我了啊！小婷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以前跟这个男人在一起过，还有哪个少爷会要我？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小婷，姐，小婷，陆明慧，我早就说过，你们会因为贪谋权势付出代价。要不是你让江总、谢总断了我们江家的生意，小婷怎么会误入歧途？就算继承人没有看上小婷的话，我们还有别的筹码。我不管你有什么筹码，你也不该让我女儿去做出这种下贱的事儿。都怪你，不是你，我姐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还执迷不悟！要不是你们为了眼前的富贵巴结讨好，怎么会出这种事儿？你自己还不是假装继承人？就是郑怀山，你老郑家的底细，我还不清楚吗？就我那个杀猪匠的脸，能有什么好基因？难道你们不知道云鼎集团的前任董事长姓什么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云鼎的郑老。郑老，不是，真的是郑怀山的大伯？这怎么可能嘛？他父亲当初手术差2万块钱，他哥要是云鼎集团的郑老，怎么可能看着他弟弟去死嘛？可能。就算我姐找的那个是假的，你也不是什么真的继承人。谢总，这郑怀山借着你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，你就不怕与云鼎集团交恶？你们怎知他说的是假的？你们怎知他说的是假的？难道这枚戒指就是真的？不可能，他这种人怎么可能是继承人？我就是。你在吵什么？刚才外边，温总，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怎么连发布会都取消了？是啊，就这么一会儿，谢总居然抓到了假扮继承人的冒牌货。诸位稍安勿躁，今天的发布会因故取消，我们云鼎集团稍后会为大家做出解释。诸位请回。慢着，温总，这个郑怀山说是云鼎的继承人，那总该给大家一个解释吧？继承人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，我们云鼎集团一定会给诸位一个交代，请吧。
华山，这枚戒指其实是假的。我就说嘛，他怎么可能是继承人？甄嬛莎，我姐姐丢掉的里面，我要让你百倍万倍的还我。假的？婉珊，你先别急。温宁然，你现在怎么连继承遗产这点小事都搞不清楚啊？我们发现了郑老的遗嘱，遗嘱上写，我想要完全继承郑老的遗产，还需要完成郑老交代的几个任务。任务？这到底是什么任务啊？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弟弟。当年我偷来了家里的最后一点钱，想闯出一片天地，但是现在有钱，但没办法让我弟弟享受了。郑老，那这遗嘱，张律师，你接下来，我让小山这孩子先花光1个亿，娶妻得8万我的财，再继承我的全部遗产。郑老，这世人都觉得云鼎集团是王者之巅，可谁知道这继承人要担起累累重担呀！我想让小山这孩子先享受生活，然后再继承我留下的担子。1个亿啊！这得花到什么时候啊？华山，市长，那个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华山，你忘了，想要继承郑老的遗产，就要娶妻。这可是对你不公平啊！华山，我们是有婚约在的，我迟早都是你的人。哎，华山，你睡了吗？我进来了。等一下，你怎么不跟他解释清楚啊？怎么跟他说呀？藏起来。嘘，华山。华山，华山，你刚刚在干什么呀？怎么才开门呀？啊，我锻炼身体，刚锻炼身体。坐下说。华山，你有没有想过娶妻这件事儿？林然，我要好好考虑一下。你也知道，刘明慧她，我不想下一段婚姻以后出现一个。华山，我知道你心里过意不去，但不要紧，你放心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在这儿，我怎么能知道？对外端庄贤惠的温总，竟然也会勾引男人！你谢小姐怎么不在你谢氏集团？我和华山可是有婚约在的，最起码是名义上的未婚妻。你算什么呀？我算什么？我……哎，两位小姐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行吗？谢小姐，我替云鼎集团服务15年，郑老可说了，我以后啊
可是要为继承人管家的。好啊，那咱们就各凭本事，各凭本事就各凭本事。华山，你选谁？那位小姐，现在很晚了，先休息休息行吗？那行吧。怀山，你别忘了，想要继承遗产，可是要娶妻结婚的。我会好好考虑的。休息休息休息，好好休息吧。爱你所赐，都被赶出来。也不知道是谁碍手碍脚的。要不是你，他现在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了。是该买个房子搬出去。女人果然视死如虎，这古话说的没错。先生，欢迎光临龙庭山庄。我们项目是京海目前最高档的别墅区。这间别墅是我们项目的楼王，价值8000万。想要花掉1个亿，还是买房快一些。还有没有更好一点的？这间中央别墅已经是我们项目里最高档的了。便宜了？什么？我是说，太便宜了。这可是京海最贵的别墅了，你和江爸真要在这给我买房？小妍，也是咱们江家唯一的男丁了，爸的钱不给你给谁呀？是啊，小妍，以后你可得好好孝顺你江爸。江妈，你对我也太好了吧！去看看。又是怎么又是你啊？这被人包养了呀，就是舍得花钱哈，都能来看龙庭山庄的房子了。小妍，可别学他，没出息。我有江爸这样的父亲，怎么会有骨气让人包养呢？不用管他们，咱们看咱们的。郑先生，这栋楼王是精装教父，不如我带您去现场看看。不用了。郑先生，周围这几栋只要6000万左右，比楼王的价格更低。郑华山，你没钱看什么房啊？说我们贪慕虚荣，你不也一样？没钱装什么破呀？哎，小妍，别这么说，人家现在可是云鼎集团的继承人。你当我们没听到吗？你那个好姘头温丽然都说了，你那个戒指是假的。说完了吗？不用去看了，直接刷卡。先生，说什么？直接刷卡，这栋楼王我要了。这栋楼王我要了。郑先生，我马上帮你准备合同。请。班长，郑华山，我已经联系了谢棠的父亲，我看你以后还拿什么耀武扬威的？你去准备合同。哟，你倒是刷卡呀！倒是让我看看这继承人先生是怎么买下的楼王。又是这戒指，你骗鬼呀！这破玩意儿能刷出钱来，我给你下跪认错。先生，刷卡就是。小妍，算了吧，像这种黄脸公呢，谢棠很快就会把他抛弃，到时候别又贴上来。我现在的一切都是江爸给的，就算那郑华山要饭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看他一眼。喂，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老公，怎么了？谢老爷子要收回谢棠的股份，谢天要变天了，咱们的机会来了。走。
郑先生，刷卡成功了。郑先生，刷卡成功了。谢谢。郑华生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谢老爷子要把谢堂嫁出去，我看以后谁还能活着你？谢堂怎么了？谢老爷子要把谢堂送出国嫁人了。谢堂是和云鼎集团有婚约的呀。婚约？你以为温令人为什么会那么死心塌地？还不是因为郑老当年许诺，他才是云鼎集团真正的老板娘。你的2大靠山呀，现在可都名花有主了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没错，今天晚上就是谢堂的订婚宴，我劝你最好躲起来，没了谢堂，我看以后谁还能救你？还在这假装买房呢？你那个好姘头都被关起来了。走。哎，先生，刷卡成功了，他们贵吗？完胜救我！谢堂，要不是江总，我还不知道你竟然敢在外面包养男人。什么包养？那是谢总，那个男人我知道，最是巧舌如簧了。谢小姐，你这种千金小姐不懂那种小市民，我劝你啊，还是乖乖听家里的安排娶莲叶。你父亲会害你吗？你们好了，就这样定了。一个女人总是要嫁人的，我家里的产业交给你弟弟了。弟弟，你那个私生子！他也是我儿子，什么私生子？你这丫头！我不可能把谢氏交到他那种吃喝嫖赌、样样俱全的人手里。爸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过两天你要和麦克先生联姻了，好好待在家里，等着出嫁。好好待在家里，等着出嫁。现在正是谢氏转型的关键时期，马上就要召开董事会了，你要在这个时候把我囚禁在家里。你怎么和你那个妈妈一样？女人要柔顺，不要这么刚强。以后你就是麦克的妻子了，在我们谢家，女人就是商业联盟的工具。谢氏交到你和那个私生子的手里，就都毁了。谢小姐，难道交到你手里，让你去包养郑怀山这种人，谢氏就不会毁了吗？可他是云鼎集团。是啊，董事会选出新的董事长，那些人只注重利益，他们看到麦克公司会给谢氏带来数不尽的财富，他们当然希望你和麦克联姻。好啊！谢总，我倒要看看谢氏集团的新任董事长到底是哪位。我倒要看看谢氏集团的新任董事长到底是哪位。郑怀山，你怎么敢来？谢总，就是他在外面蒙蔽了谢小姐。你就是谢堂在外面包养的那个男人。怀山，没事，有我在。谢总，谢堂联姻虽是家事，却也关乎谢氏集团的利益。难道你就这么草率地将谢堂送出国吗？是啊，大小姐这几年带着谢氏赚了不少钱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谢氏集团还轮不到你个乡巴佬插手。爸，你……谢总，我当然不能插手谢氏集团的生意，但是谢氏集团诸位董事兴许有其他意见。谢氏集团的诸位董事兴许有其他的意见。谢堂，你怎么能叫一个不懂规矩的乡巴佬来插手我们谢家的私事？
华沙，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谢家的事你不便插手。我不能坐视不管。可是你是什么身份，也配管我们谢家的事？这些人都是你叫来的。我是谢堂的朋友，当然要管。你在外面做什么我不管，但是谢堂是我谢家，是我的女，我让她嫁人，难道你要让她忤逆她的父亲吗？郑华山，你是不是怕那金主嫁人，没人管你了？你和你那个妈一样，不知检点。谢总，我和谢堂清清白白，你宁愿听信他人谗言，也不相信你自己的女儿吗？清白？你这种乡巴佬我见得多了，你不过是想在谢堂身上想得到点什么。要多少钱？我只是谢堂的朋友，是他有恩于我。你也配谈感情？你一个穷的叮当响的小子，也配谈感情？你一个穷的叮当响的小子，也配谈感情？你今天来，不过就是想让谢堂继续包养，想让他感激你，还再给你点你。谢堂，你包养一个40多岁的老男人，果然和你那个妈一样没品位。我母亲当年就是这样被你给逼死的。你以为你舅舅的公司还和以前一样？我不想破产，赶紧给我嫁人。老谢小姐毕竟是谢氏现任董事长，她结婚的事，不如你们父女俩再商量一下。诸位，我已经和麦克商议好了，麦克以后会给谢氏带来5亿的订单。5亿？5个亿？郑华山，我看你是想英雄救美吧，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那可是每年5亿呀！郑华山，你一个杀猪匠的儿子，有什么本事，还敢阻挡谢氏的生意？那就投票吧。华沙，那可是每年5亿的订单呀！谢总，你确定大小姐只要嫁给麦克，就会签下每年5亿的订单？5亿欧元！5亿欧元，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！谢氏继续突破，有了这每年5亿欧元的订单，咱们就得救了。诸位，我已经想到了救谢氏的办法，还请诸位相信我。大小姐，不是我这个当伯父的爱情，只是那不是5亿欧元啊！郑华山，我看你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郑华山，没想到吧？你请来的这些董事要把你的好姘头嫁到国外去。谢堂，你这些年为公司做的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你放心嫁过去吧，麦克不会亏待你。我不嫁，由不得你，由不得你。诸位，投票吧。你真的要为了那个私生子，把我嫁到国外去？自古公司就没有女人继承的道理。谢总，谢氏集团如果没有谢堂，这些年早就倒闭了。你们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吗？多说5亿，诸位想好了，这可是5亿欧元的投资。郑华山，谁会和5亿欧过不去呢？给你10万，穷小子，拿着这个钱滚吧！郑怀山，你看清楚了，就算被包养，也轮不到你这种老男人。诸位，投票吧。你们！我代表
有云鼎集团与谢堂谢总签下10年长期发展协议。怎么，我来的不是时候？怎么，我来的不是时候？什么？与云鼎集团合作？温总，我们谢氏和云鼎集团素无来往，为什么你们突然提出收购我们谢氏呀？温总，你别忘了，你只是个小小的副总，若让晋人知道你却谋私的话，看你怎么交代。怀山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你还记得当初赵人威胁我的时候，是你帮我解围，于公于私，我都不希望你这样厉害的女人被家族困住。相信谢堂的，去举手。老谢，谢氏啊，还是应该仁者居上。谢总虽然是个女人，但是有后来。那可是云鼎集团啊，你那个麦克，谁知道后续资金链有没有问题啊？你们，诸位，明天照常召开股东大会，谢堂再次感谢诸位的支持。谢总，期待我们以后的合作。温总，我知道这次是他的决定，但我也很感谢你没有落井下石。你这样的女人啊，配做我的对手。好啊，公平竞争，我不会手软的。哦，行了，行了。江总，我会记住你的。谢总，我也是实话实说，像您这样的女人，又何必跟这个杀猪匠乡巴佬在一起呢？是啊，谢总，您这样的女人，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呢？你们永远都不会知道，感情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。你走开！你不能赶我们走，我们可是谢老请来的客人。我跟他的账还没有算清楚，诸位伯父，请帮我送客吧。去你吧。客。反了！你真是反了！父亲，您年纪大了，也该颐养天年了。公司的事情还是交给我来做吧。这谢氏可是我一手创办的。如果没有当初外公的注资，你以为谢氏能活到今天？你变成这个样子，都是因为这个乡巴佬，对吧？啊！你竟然是云鼎集团，就是我的。云鼎集团的继承人。如果你不想太难看的话，你还是好好颐养天年吧。你从今天开始，谢堂再也不是一个人了，我就是他的底气。怎么样啊？江爸，怎么样？这个甄怀山不知道有什么本事，竟然能请动那些董事，还把温岭然给叫来了。他一个被公司开除的小职员，怎么会有这么大本事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这跟我爸又有什么关系啊？本来我们计划好把谢堂嫁到国外去，这样甄怀山那个废物就再也没有人撑腰了，咱们江氏集团的生意
再也不用受谢堂那个女人掣肘了。谁知道，今天他竟然叫来了谢氏的股东，现场投票。妈，温理成这个样子，就不怕继承人知道吗？上次本想让你姐和继承人在一起的，哪知道竟然是个骗子。咱们现在连继承人身份都不知道。喂？什么？郑老的安葬仪式？你是说继承人也会参加？怎么了，老公？机会来了！云鼎集团发出公告，邀请各大家族参加郑老的追思会，届时继承人也会参加。江爸，咱们的机会来了！干爸，我要让郑怀山、温令然还有那个谢堂统统下地狱！是我没办法，是我没办法。追思会的邀请函从哪里搞到手？你是说大伯还收养了一个干儿子？是啊，这郑老早些年的确收养过一个干儿子，后来陈特助毕业，郑老就把他留在身边了。那大伯的遗产为什么没有由他来继承呢？这陈特助说自己能有今时今日的地位全仰仗郑老，他呢更愿意辅佐继承人，让云鼎集团立于不败之地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这郑老离开后，陈特助不愿意留在这个伤心地，就自己去开拓国外市场。的确收养过一个干儿子，后来陈特助毕业，郑老就把他留在身边了。爸，如果我现在有几亿，开着豪车，住着大活出个人样啊！你在底下也会替儿子开心吧，爸？马上通知他，这次追思会他一定要回来参加。好。大伯临终前是你和陈特助帮忙料理的后事，陪他走完了最后一程。凌然，你和陈特助对我郑家有恩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们。怀山，这如果没有郑老，就没有我和陈特助的今天。没有郑老的话，我和陈特助现在还是村里的孤儿。凌然，追思会上我会宣布，你和陈特助重启云鼎集团留守儿童资助公益活动。不是，怀山，我既然继承了他的遗产，也要继承他的遗志。我既然继承了他的遗产，也要继承他的遗志。继承人决定为郑老举办追思会，他希望你也可以参加。真的吗？好，太好了！郑老这一生都在惦记着他的弟弟，现在找到了他的侄，他在地下也能安息了。嗯，告诉他我会去的。喂。喂，你好，陈特助吗？对，我是。我是江氏集团江汉三呀。我想跟你谈谈关于温凛然的事儿。温凛然？温凛然在外面包养了一个40岁的一个乡巴佬，他甚至想把郑老的追思会交给那个乡巴佬负责。啊！陈特助，难道你想看着郑老一手打下的江山交到一个外星人手里吗？我知道了。温凛然，哎呀，老公你好厉害，居然知道从陈特助手里拿到邀请函。江爸，
搭上继承人这条线，那我们以后也能吃香的喝辣的了。咱们这次把陈德柱请过来拨乱反正，到时候继承人知道的话，一定会高看咱们江家一眼的。到时候我们借着继承人的东风，一定能比肩那些大公司的。太好了，到时候我也要穿高定戴名贵珠宝。哪里来的土包子？今天这种场合也要吵吵嚷嚷？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几个稳重一些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。好了，一会儿等陈特助来了，他们就知道谁是继承人的亲信。我早就看那个温岭然和谢堂不顺眼，他们都在背后议论说咱们和那个杀猪匠有什么样的过往。放心吧，姐，等继承人不再和谢氏合作，开除了温岭然那个贱女人，咱们江家一定会比原来更好。好了，一会儿陈特助来了，你们一定要和他搞好关系。我都能想到温岭然那个贱女人下跪求饶的场面了。陈德柱这个人刚正莫恶，最讨厌品行不端的人了。好了，一会儿陈特助来了，你们俩说话注意分寸。知道了吗？大伯，这一场追思会是我对你的心意。我今天穿这一身旧衣，就是为了感激你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人生。郑华山，郑华山，郑华山先生，我是云鼎集团副总温凌然，这枚戒指可以代表云鼎集团掌权人的身份。我们郑家如今也能站稳云顶，受人尊崇。你配得上我吗？你才是我们的亲生父亲，你能给我们什么？你永远也给不了。而您，则是他意外遗产的唯一继承人。我想让小山和孩子先享受生活，这是云鼎集团的标志。在一起，这个总对。我是云鼎集团现任继承人。听众人说，我不是我。郑华山，怎么又是你？温明慧，你们怎么会有邀请函？以我江家的财力，当然会收到云鼎集团的邀请。倒是你，一个杀猪匠的儿子，也配祭拜郑老吗？这温凌然、谢堂倒是疼你，居然把你带在身边。你可知这是什么场合？这不是云鼎集团前任董事长郑老的追思会吗？云鼎集团早就放出消息，继承人要来主持这场追思会。郑华山，你不会还在对梦吧？你不是还想说你是云鼎集团的继承人吧？啊！诸位快来看看呀！云鼎集团这么重要的场合，竟然让温凌然继续正。你到底给温凌然下了什么迷魂药啊？以你这种身份，也配出现在这儿吗？没想到啊，云鼎集团竟然这么不懂规矩。不是吧？这人真是温总的听好。让这种人出现在追思会里，温凌然这个副总怕是要干到头了。还不来人，把这个不三不四的人给抓住！还不来人，把这个不三不四的人给抓出去！搞什么吵？今天什么日子都知道吧？再吵吵嚷嚷，都给我滚出去！陈德柱，你终于来了。这个人就是我给您说过的温岭人包养的那个废物。你是什么人？今天这种场合是你当事的对不对？郑华山，陈特助可是郑老的助理，要是让他知道你肮脏的身份，他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身份？他什么身份？陈德柱，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？这个人就是温岭人包养的那个废物。陈德柱，今天这个日子，这种人出现在这儿，恐怕有损郑老的声誉吧？温岭人这个时候还拎不清。你就是那个
在国外分公司处理业务的陈特助。你知道我？我听凌然提起过你。既然温凛然跟你提起过我，你也应该知道，郑老一直待我如亲生一样，我绝不允许有人在他的。还没有见到怀山吗？唉，快别提了。我本来准备了高定西服给他，哪知道怀山却说今天的追思会上，他想穿自己的旧衣服。哎呀，这些人最是拜高踩低，他们要是看到怀山穿旧衣服，指不定要怎么说他呢。怀山这人是太低调了一些。我听说陈特助回来了。是啊，陈特助听说要为郑老举办追思会，也刚好也想回来见见怀山。陈特助那个人一直把郑老当成亲生父亲一样。我想过了，这次陈特助回来我要让他好好教一教怀山管理云鼎集团。陈特助对郑家的忠诚不在你之下，他肯定会愿意看到怀山好起来的。哎，这追思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怀山这是去哪儿了？追思会是怀山一手操办的，咱们下楼看看，兴许就在宴会厅。走吧。走。我绝不允许有人在他的追思会上闹事，记住，是所有人。这人脾气虽怪，可对大伙却很忠心。哎，陈特助，你还是和凌然沟通一下吧。这场追思会都是我一手操办的。有继承人在温岭南，竟然把这事交给你来操办，难怪处处透露着小家子气。这怀山，你个杀猪匠，倒是把温凌然睡得服服帖帖，连这种事都让你来操办。温明慧，这是云鼎集团内部决定，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郑老一生光明磊落，我们只是看不惯你这种品行卑劣的人来玷污郑老罢了。品行卑劣？我省吃俭用这20年，把你和你姐姐养大，你说我品行卑劣？省吃俭用？我看你是个废物吧。我们从小就被大家看不起，没有名牌穿，没有豪车接送，我跟小妍根本就不需要你这样的父亲。陈特助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温凌然来了告诉你吧。他们说的没错啊，你一个40多岁有孩子的男人，竟然为了钱和温凌然私底下不清不楚，你这种人就不配来追思会。你就这么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？我早就说过，如果你还和从前一样安安分分的，我跟小妍说不定还能高看你一眼。不过就是温凛然和谢棠的玩物罢了。陈特助，我早跟你说过，温凛然为了这个男人。来人呐，赶紧给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人赶出去！真的假的？温凌然、谢棠怎么会包养一个40多岁的老男人？今天这种场合让这种玩物出现，温凌然和谢棠怕不是疯了？两女共用一男，云鼎集团和谢氏有这样的女人当掌舵人，只怕是不会风光多久了。今天追思会结束后，我一定让继承人把温凛然开除，云鼎集团不能毁在这个女人手里。是谁在乱嚼舌根？是谁说女人不能做掌舵人的？还不松开！华山，你怎么样？陈特助，你好大的威风，竟问也不问就要把人赶出去！谢总，这是我们云鼎集团的家事，我既为郑老的养子，就有义务为郑老拨乱反正。拨乱反正？你可知道？温凛然，郑老把云鼎集团交给你，你就是这样对待的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你为了这个男人和谢氏签订协议，还恶意封杀江氏，把郑老的追思会交给这种人去办，温凛然，我对你失望极了。陈特助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谁？他不就是你们2位掌上玩物吗？玩物？你还真以为我像外界传言的那样，和谢棠共有一个男人？这些年也没听说过温凛然在外面玩男人。是啊，
像温凌然这样的女强人，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？难道这个男人有其他身份？陈特助，你别信他，这个女人巧舌如簧，如果云顶集团交给她的话，一定会侵犯这个人的利益。你凭什么打我老公？早就看你们这一家子贱人不顺眼。我们和怀山的关系，不就是你们江家在造谣吗？郑怀山，你就眼睁睁看着你的两条姘头欺负我妈？妈，你说的真对，杀出江的儿子就是下贱。卑劣的人来，个废物吧！要这你的两条姘头就是下贱！够了，够了！郑婷、郑言，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就妄下定论，说我见女人上位，啊！归根到底，你们不还是嫌弃我这个亲生父亲吗？你到底哪一点值得我们尊敬？你们衡量人的标准只有钱吗？那又怎样啊？要是论钱，在场的诸位，有几个比得过我？有几个比得过我？这是家族介绍，你竟然是……我是首富继承人。不可能！一个杀猪匠的儿子，怎么可能是首富继承人？你们不要被他给骗了！我最清楚他的底细了，他怎么可能有郑老那样富贵的亲戚呢？都看清楚了，这是郑老留下的，他和怀山父亲的号。这是郑老留下的遗嘱。你们既然早都知道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要知道他是继承人，又怎么会明着把他赶出去呢？陈特助，我知道你是大伯的养子，也明白你是怕外人玷污了大伯的追悼会，所以我不怪你。爸，你之前不是最疼我了吗？啊！爸，能是你唯一的儿子，你这么大的家业，也需要一个继承人吧？啊！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儿女，在你们心里，钱比什么都重要。我郑家家风绝对不允许有你们这种认钱不认人的后代。怪就怪你们太心急了，为什么不等到继承人曝光的那天呢？郑怀山，你骗我！我和你生活了20多年，你每个月只有4500块的工资，更跑外卖的那点收入，哪来的钱？就因为我没有钱，被你们一家子看不起；就因为我没钱，你给我戴绿帽子。郑老生前有过遗言，继承人要接受考验，才能继承遗产。卢明慧，你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如果你当初能踏踏实实的和怀山过日子，现在你就是坐拥亿万资产的首富夫人。不可能！你们骗我！你们骗我的！陈特助，我在江家面前受尽了屈辱。凌然拒绝和江家合作，只是为了给我报仇。怀山，你放心，像江家这种，我们云鼎集团不屑吧？没错，诸位，往后谁与江家合作，就是与我云鼎集团作对。还有我们谢氏，还有我们沈家、王家。来人，把他们全赶出去，别让他们脏了我大伯的追思会。还有，你们不是看不起杀猪匠吗？爸，我可是你女儿，你确定吗？啊！
我可是你女儿，你一定要这样对我吗？爸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爸，求你原谅我，爸爸，爸。把他们都拖出去。海山，抱歉，我刚才……你是我大伯的养子，按理说我应该管你叫一声弟弟啊。陈特助，如果不是你陪我大伯走完了最后一段，我大伯恐怕就要孤苦伶仃一人了。我要替我们郑家谢谢你。郑老从前一直说，他对你父亲始终怀有愧疚。现在你继承了他的家业，郑老在泉下一定很欣慰的。华山，现在郑老留给你的任务就只有一个了。是啊，淮山，只要结婚，你就可以成为真正的继承人了。啊，追思会快结束了，我去楼下看看啊。好。淮山哥，既然你做不了选择，那我就帮你。这两位可是郑老为你精挑细选的女人，今晚你就好好玩吧。啊！你快别闹了！你真锁门啊！你快给我打开！你给我打开！淮山，淮山，谢总，凡事总要有个先来后到吧，是我先找到的。淮山帮了我这么多，一定对我有情。就是，我可是有婚约在的。淮山，你选谁？我去洗把脸，你们好好聊，好好聊啊。淮山哥，陈特助，你这是在搞什么呀？这可是郑老对你的补偿。你快点把门开开，放我出去！这两个女人要把我生吞活剥了。我爱莫能助啊，您还是留着自己慢慢享受吧。陈特助，事到如今，你看你想留下谁？淮山，我们想过了，家里和睦才是最重要的啊！别这样！哎妈，怎么回事呀？这么大的事你居然提前不知道？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呢？他一个窝囊废，怎么会是继承人？现在京海已经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处了。妈，你要不回去求求爸，他想见到你了。你个小贱人！我为了你们得罪了云鼎集团，你们现在抛下我去攀高枝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做梦！够了！这个时候还吵什么吵？你说怎么办？我要不是为了你们母子三人，我怎么可能会得罪郑淮山？太了解他了，他这个人最重视感情，咱们这么背叛他，他绝对不可能原谅我们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记得那个陈特助是郑老的养子，我就不信真有人心甘情愿为别人。那你说应该怎么办？江爸，你手里还有多少钱？还有500万。郑岩，你要干什么？这500万可是咱们家最后的活路了。是啊，小袁，你拿钱做什么？我要把消息传出去，让陈特助知道我那个死了的爷爷在村里到处败坏郑老的名声。我那个继承人父亲满脑子都是女人，你说他还会不会把云鼎集团交到这种手里？到时候我再旁敲侧击，让陈特助自觉不甘，
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，郑怀山死了，这世上和郑老留着唯一血脉的人还有谁呀？是你和小婷。与其委曲求全，不如把钱花在自己手里。郑怀山，这次可是你的亲儿子让你死。文总、谢嫂，这是好事成了。哎呦，这一晚上啊！哎呀，没想到怀山人到中年还这么有性欲。我啊，是真受不了了。哦，我要去补觉了，你们聊。不行，我也先走了。哎呀，我没想到呀，怀山哥还能这么有魄力。啊，你来了。可以呀，怀山哥，我没想到你能这么厉害，这一晚上的功夫，把这两个女强人收拾的可是服服帖帖的。那是，我小的时候过年，我爸可教过我，那时候他还说大伯更厉害。这个不行说啊。他咋了？这大伯斗地主他就是厉害啊！斗地主？斗地主啊？不然呢？你是不知道啊，这温凌然和这谢堂，这看着厉害，可是这斗地主这一晚上，他光输给我了。好我的怀山哥呀，你怎么就一点都不着急？当初郑老可是说过的，你得把所有任务都完成了，才能继承遗产。我就是个杀猪匠的儿子，这不懂得什么公司报表，做不了总裁。这公司交给你和凌然啊，我放心。我回去睡觉了啊。那个，等大伯的那个骨灰啊，回到祖坟安葬好，我再跟你们学学那个公司，管理。好。陈特助，你难道甘心为一个废物服务吗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别管我是谁，你也是郑老的养子，郑怀山一个杀猪匠的儿子，怎么配得上云鼎集团继承人的身份？他可是郑老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。陈特助，你为了云鼎集团付出了多少心血？难道你就甘心平庸，甘心成为郑家的家奴？明明你也是养子，你也有继承权的。陈特助，你也不愿意看到郑老的心血被那个乡巴佬糟蹋吗？你要做什么？如果郑怀山死了，你就是唯一的继承人。你要杀人？陈特助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泼天的富贵，难道不值得你冒险吗？需要做什么？听说郑家的祖坟正在重新修缮，1个月后，郑老的骨灰会重新安置在郑家祖坟之中。是，我会帮你的。你帮我？你想要什么？我只是一个看不惯郑怀山的好心人罢了，我什么都不要。最近这陈特助有些奇怪。怎么了？我也有些日子没见他了。这按照陈特助的性格，以前回国都要忙云顶大大小小的事务，这现在竟然连人都看不见。温凌然，你和他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可不能让他欺负我们家怀山。陈特助和我大伯感情很深，应该不会做出对云鼎集团不利的事情，应该是修缮祖坟监工去了吧？或许吧。陈特助这人向来就很正直，应该不会做什么不好的事情。
上次的追思会被简焕森和卢明慧给毁了。这次的签分仪式，我会宣布，将我继承的财产分出1/3，给你和陈特如。华山，你这……你们替我郑家照顾大伯，让他安享晚年，这是你们应得的。希望陈特助能明白你的心意吧。这次咱们一定要一击即中。江爸，您这么帮我，您放心，到时候我一定好好孝顺您。小妍，事成之后，你就是郑老唯一的继承人了。到时候再嫁祸给陈特助，小妍，你以后就是云鼎集团的继承人了。陈特助说了，这场仪式要全程直播，到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郑老墓碑泣血。到那个时候，郑怀山就完了。江爸，一定要安排好人，让他永绝后患。是啊，老公，我们一家的前程就看这次了。郑怀山，你让我公司破产，这一次我要把失去的一切都夺回来。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爸，修缮祠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提前通知我们呀？我也是郑家人，我可是郑家的男爹啊！我是来尽孝的。你们已经跟我断绝关系了，这里不需要你们。爷爷，爷爷，您睁眼看看吧，我们好歹也是郑家的血脉，父亲他就不让我们来看您啊！爷爷，我是您素未谋面的小孙子呀，你要是还活着，怎么能看到郑家的香火流落在外呢？算了，华山，只要他们不捣乱，就让他们跟着。这次仪式全程直播，要是被人看到他们闹下去，对郑家的声誉也有影响。你们两个去后边站着，等签分仪式结束，再找你们算账。这就是首富继承人！天哪，真的是人到中年逆天改命！谁能知道郑老原来是杀猪匠的儿子？大伯，我是怀山，我把你的骨灰送回咱们郑家祖坟，您和爷爷还有我爸在底下团聚吧。爸，我把大伯找到了。爸，我终于找到大伯了，我没有辜负你的遗愿，我把大伯找回来了。怀山，郑老能回到郑家村，他泉下有知，一定会开心的。是啊，怀生，这次你终于了了郑老的心愿。你们快看，那墓碑竟然泣血了！怎么会这样？这是谁做的功？郑老的墓碑怎么会这样？是谁？是谁捣的鬼？墓碑泣血？难道是大爷爷心中有什么挂念，不愿入土呀？郑言，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若不是大爷有什么遗愿，他怎么会墓碑泣血？墓碑泣血，这可是不祥之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亲自为郑老迁坟，难道是郑老不满意这个继承人？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清。温陵人，陈特助怎么不在？我从不信这些鬼神之说。林然，重新擦拭墓碑。今日
一定要把大伯放出祖坟。住手！墓碑弃选，这是不祥征兆，马上终止仪式。你向来不信奉鬼神之说，怎么这次……你眼睛瞎了吗？这明显是郑老不愿意回到郑家。陈特总，你想要说什么呀？我已经在村里调查过了，郑老走的那些年，你父亲屡次埋怨他把家里所有的钱全部带走，村里人更是传郑家老大不孝，郑老这才没有意见回去。既然如此败坏郑老的声誉，郑老当然不愿意葬在住宅。他回祖坟也是大伯的遗愿，那是他不知道你父亲临死还在埋怨他。那你可知大伯走了以后发生的事儿吗？他拿走的是奶奶的救命钱。当年村里流行去南方下海打拼，大伯见村里的人都赚得盆满钵，这才想要去南方闯荡。可是他拿走的就是奶奶的救命钱啊！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些，根本都不会说。他自己以为能像村里的人一样赚到钱回来给奶奶治病，哪知道祝奶奶赔了个精光。回来以后，奶奶已经回天乏术了，这也是他不回郑家村的原因。爷爷和我爸到死都在惦记着大伯啊，却也一直怨他一意孤行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？陈特助啊，你不要信他胡说，你本就有资格继承郑老的资产的。他现在这样道貌岸然的讲，就是为了让你心虚，不要和他抢云鼎集团的股份。陈特助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你本就有资格继承郑老的资产的。他现在这样道貌岸然的讲，就是为了让你心虚，不要和他抢云鼎集团的股份。我本想在今天完成股份转让事宜。你自己好好看看。淮山感激你为郑老养老送终，特意将自己的1/3股份转让给你。我知道你是大伯的养子，大伯云鼎集团这些年全靠了你和林玲，所以我想好了，把我有的都分给你们一份。你这是？吴明慧，你过来！从前我感激你陪我吃苦，不嫌弃我是一个杀猪匠的儿子，所以你说的我通通都答应，甚至我不回郑家村。这些年你带坏我的子女，现在又想搅乱我大伯的迁坟仪式。吴明慧，我郑淮山到底哪一点对不起你？你要这样对我？我郑淮山到底哪一点对不起你？你要这样对我？我从没想过嫁给你，你个臭杀猪的！当初要不是我瞎了眼，怎么会嫁给你？又怎么会被人瞧不起？这些年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在家你骂我窝囊废，我都没有反驳过你。所以呢，既然你知道你是继承人，你就看着我，看着小婷、小袁生气。他们根本就不配！爸，你疯了吧？你都已经40多岁了，我跟小燕可是你唯一的子女。今天我就要告诉所有人，郑简、郑婷，你们从此不是我郑家人。
我继承了财产，就算全部捐了，跟你们没有半点关系。你当真要和我们断亲？想清楚了，断亲之后，你到死都没有人给你下葬。要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给怀山生孩子，你江爸，你就这么看着他欺负我们吗？江爸，你就这么看着他欺负我们吗？放心，你们这些郑老的养子、继承者，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走出去！江汉森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说我要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吴明慧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要为他卖命？江汉森，我可是云鼎集团的继承人，你要是敢对我动手，你以后还想不想再留在京海？你们全都该死，全部都该死！你知道吗？只要你死了，云顶的一切就都是小妍的。下去！Don't know how much more my heart can take to see you walk away. It breaks my heart. It breaks my heart. 陈特助，你这是？海山哥，他们昨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们没安好心。江汉森，你竟然敢对继承人动手！放心，你的后半辈子都将会是在牢里度过。郑怀山，你不得好死！这辈子注定没有儿子给你送终。小婷还有小妍都是我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爸，你别一塌糊涂，别一塌糊涂！我怎么可能是他的孩子？我姓郑，我是云鼎集团继承人。把他们给我带下去，查清楚郑庭郑爷的真实身份。哎，爸！华山，检验结果出来了。怎么样？结果证明，郑爷郑庭的确不是你的亲骨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，龙明慧竟然这么早就背叛了，让我戴绿帽子，还让我这么多年养了别人。华山，其实这也未必是坏事。这俩孩子早就被卢明慧那个女人给教坏了，这样的一双儿女，不要也罢。是啊，华山，这也未必是坏事。你不过才40几岁，当然可以再培养一个继承人啊。好了，海山哥，我为几家公司联合提出集团的股份报批。什么？我为几家公司联合提出云鼎集团的股份报批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们公司主要的业务需要稀有金属。当年我在国外采购市场的时候，云鼎集团已经引起了多国企业不满，他们现在垄断了稀有金属，我们的产品无法制造，可能要面临巨额。有没有办法从其他渠道购买这些稀有金属啊？我回县市想想办法。哎，我再去联系一下其他渠道。我马上飞去国外，再跟几个供货商好好商量一下。不过华山，你也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。这种稀有矿产，如果真的被其他国家垄断的话，咱们这一次可能真的没法度过这一劫。那我们只能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大伯一生积德行善，我们一定有办法。难道我刚继承云鼎集团就要破产了吗？爸，本以为会逆天改命，没想到
却遇到了难事。原材料受限，他们都去想办法，可惜到现在都没有消息。这云锦集团要败在我的手上。大伯，大伯，也许你让我继承云鼎集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喂，谢堂，淮山，你在哪儿？我现在在郑家祖坟啊，我现在马上就过去。好，只要你答应嫁给麦克，把你名下所有的股份都给你弟弟，就能救云鼎集团。好啊，不就是股份吗？希望你那个废物的私生子能接住谢氏的大旗。淮山，我找到供货商了。谢堂，你真的是我的福星啊！从我第一次遇见你，你就一直在帮我解围。淮山，你放心，5天后，第一批原材料就会到云鼎的工厂。国外不是封锁了对云鼎集团的供应吗？当然是，谢氏有自己的渠道啊。谢堂，你能帮我度过这一次难关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啊！别说，抱抱我好吗？别推开我！谢堂，你这是……淮山，一开始我只是因为郑老的一句戏言，可是我看到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才发现，竟然真的会有一个人为我付出这么多。我不过是……如果当初能死在你的怀里有多好啊！不过这一次，我也真的能帮到你。谢堂，谢桃呢？谢桃是不是来过？对啊，他刚走，出什么事了？我得到消息，谢桃弄来的原材料是他拿自己的婚约换的。什么？他答应他父亲将自己在谢氏的股份转让给他父亲的私生子，还要嫁给那个麦克，这才换来了原材料。不行，我一定要阻止他，我不能让他为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淮山，我没想到谢总竟然对你这么情深意重。我也没想到谢檀竟然……我退出。其实那天谢桃不顾一切救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决定成全你们。我自问做不到和他一样对你。看来啊，郑老说的没错，我啊还是适合做云底集团的大管家。林然，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啊。那你还不快把谢桃追回来？我现在就去。等等，等等，你去过哪里啊？今天我就去过祖坟那边啊。淮山，云底有救了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咱们的原材料。这就是村里的小孩们玩的那个铁疙瘩呀。这可不是普通的铁疙瘩，这个是咱们云顶长盛不衰的宝贝。大伯在天有灵，救了云顶了。林恩，你马上派人去祖坟开采，把陈特克叫过来，告诉他咱们有救了。淮山，有了这种稀有矿产，咱们云顶啊就再也不用受大国限制。林然，你马上安排人把技术和矿产交给国家。淮山，你确定？这些都是国家赋予我们的。既然我们站在了世界的最前沿，我们就要带着国家长盛不衰的走下去。没想到能为那个男人做到这种程度。我也没想到你竟然为了那个私生子这样逼自己的女儿。终究是个女人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到谢家的基业落到那个男人手里。合同多少？早就告诉你了，麦克是个好的归宿，到了国外就知道。
有你这样的好父亲，还真是我的福气。走。郑怀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谢堂不会嫁人，他的股份也不会给你那个不争气的人。这可由不得你了。你们云鼎集团缺了那个稀有金属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已经找到了。怀山，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。以后有云鼎集团为谢堂撑腰，你和你的儿子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安抚你们的迈克先生。怀山，我们已经将稀有矿产上报给国家，相关部门已经允许我们云鼎集团进行相应的开采。当然，如果国内的企业需要这些矿产，我们一定要打破国外的垄断，帮助他们。怀山，没想到你竟然会有这么大的格局。只有我们自己站起来了，才能无视他国的贸易战争。怀山哥，这是继承人协议。恭喜你通过了郑老所有考验。考验？对，郑老曾留有遗言，如继承人品行不端，在国家大事上以个人利益优先，则收回继承人一切权限。恭喜你，怀山哥，你已经现在是云鼎集团真正的继承人了。怀山。